98B 这个认证就是原厂出给Focus 的引擎专用的规范。我们油门重踩的时候，然后会有高负荷，对，可是转速还来不及拉到高转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爆震，这是小排气量涡轮很常发生的问题，包括以前的Focus 的3.5代能够降低发生几率。对，最重要是它能够降低，别的机油可能就没有这种认证。20、30的部分就是在高温的粘稠度。那你20就是越稀啊 ，Salinia 是意大利制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对啊，我塞你！不要瞎掰好吗？像这种酱油色是算标准哦，对，也没到特别黑，有的甚至会有像泥巴的状况。日本至台湾限定，因为这个油是日本油啦，日本油。对，那上面其实油水编号开头45都是从日本来，那他们针对台湾去开发这一支油，对，送去美国石油协会符合认证才能印这2个 logo。欢迎收看脖子解说哇！欢迎各位啊！这个最近收到太多的网友提问我说，我的车子2019年买的，现在2023年了，已经过保了，到底可以去哪里保养？究竟用什么机油？这次期待已久，因为我之前影片有告诉大家，这个我会去外厂来保养，做一个纪录片，大家还记得？没意外的话，脖子也会在外面去保养。那到时候我会再拍一个保养系列给他，顺便也推荐给大家看一下外厂到底有哪些值得去的。刚好里程也到了，实现时间也超过半年了。这次因缘际会下找到一家，也是在台北，可是它是在乌来哦。讲到乌来，想必应该有部分车友大概知道是哪一间啦。它其实主要是做大灯的，可是它好像什么都有做，蛮厉害的。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前往乌来的神秘保养厂喽 ！Let's go！ 我们进去看一下哦，车子已经停好。嗨，老板。这个久仰大名对不对？没有 JJ 对不对？对哦 JJ， 这是你们的 JJ Studio 对工作室。那我好奇一下，因为我知道之前有听过非常多网友在介绍，你们好像有改大灯对不对？对，我们主要是做大灯，一些空力套件的安装，然后还有一些进气啦、烤耳，对，然后周边车轮框啊，什么都有做就对了，基本上就杂货店了，想得到都有，基本上是想得到，跟 Uber Eats 一样，Uber Eats 对。Uber Eats 吃的用的就降点。那像我这台是涡轮嘛，对，然后又是1500cc，算小排气量，小涡轮的排气量。那一般会建议用哪一种机油？像我们这边有3支机油啦，对，那像这一支 Salinia 是意大利制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对啊，我塞你！不要瞎掰好吗？那它这一支是意大利制的，那它主要是针对 VW 就是福斯的车系去做开发。那因为我们这里也有部分福斯车主，那所以这支是主要是专供给福斯用，但福特也可以用啦，没有绝对。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原厂的你应该很熟悉啦。对啊，这个回原厂都是用这支嘛。那这个主要是它有一个 C948B。948B 是什么？948B 这个认证就是原厂出给Focus 的引擎专用的规范。哦。那你今天你想要有这个规范，你必须都是去给福特去做认证啊，请他们帮你认证。那认证过了就符合他们规范。那原厂一定都是用符合948B 的。那所以很多车主一定都是用这一支。OK。然后这支呢就是它包装比较不一样。对，这个是日本制的 KG 的机油。对。那这支机油呢，它有一个 SP 的认证。那其实 SP 认证，对，SP 的认证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小排气量涡轮车常常会发生所谓的低速预燃。低速预燃，对。那是什么东西？低速预燃就是在我们油门重踩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个高负荷，对，可是转速还来不及拉到高转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爆震，那爆震就会产生活塞的高温，可能导致活塞会有一些受损啊，可能熔掉啊什么，不一定。对，那这是小排气量涡轮很常发生的问题，包括以前的Focus 的3.5代，对，也发生很多低速预燃，可能引擎有问题的事情发生。对，那他们家这支机油基本上就是有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认证，它是完全避免，没有完全避免，它是基本上是能够降低发生几率。对，最重要是它能够降低，别的机油可能就没有这种认证，那也没有这种规范。那像他们家就是有特别针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机油也是蛮多 Focus 车主选择。对。那我好奇一件事情，像其实你看我们有看什么 5W30，原厂5W20，这个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还有后面的数字分别
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冬季工作温度啦。冬季工作温度，对，那基本上5就是工作温度是5度。那如果5度，它就是可以正常工作。那像有的0W，对啊，0W 它就是在0度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但其实基本上台湾这个温度就已经是很难达到了啦。台湾也不会到0度嘛。对，那大部分很多原厂现在都会用到0，是因为跟国外是共通的，就是与德同归嘛。与德同归，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其实5W30或5W20，对，这个20、30的部分就是在高温的粘稠度。那你20就是越稀啊，可能你达到工作温度之后，它就是20的那个浓稠度，那30就是越浓，所以数字越高越浓稠，越稠，没错。那我要选高还是低？要怎么选？正常来说，当然太高也不行啦，太高你太黏，你在工作的时候，引擎的负载会变重，你包括曲轴啊，全部都泡在油里面。对。那正常原厂520，当然我们普遍认为是偏稀啦。那稀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过冷排的速度会更快。那它流动性比较快。对，那它的温度相对就会下降的稍微快一点点。对，但是也有可能会造成可能部分的机油会经由活塞环周边被燃烧掉，因为它太稀了。对，那可能车久了越来越老化，520的吃机油的。程度会相对因为比较稀碎，容易沉进气下去。它就是活塞环周边，在活塞门密闭，它会把油刮掉。那边它太稀，它刮不到了，它就渗进去了。理解。那正常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建议530，对，不会太高，不会太低。OK， 对，那相对的也会开起来可能膜厚会比较厚一点，对引擎的基件保护也会更好。这样子。那脖子今天的想法是这样啦。嘿。原厂的我都换过了嘛，我这次就换不一样的，这个先往后推。OK。那接下来这2个嘛，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个低速预燃，对，这个有吗？这个目前是没有，这个目前没有针对这部分来对，这个有，没错。OK，这个是日本制，对，这是日本制，这个是意大利，对。好了，我选这个好了。OK 啊，没问题。你说因为小排气量涡轮车就是 LSPI 的问题，就是真的是蛮多的。对，虽然原厂有针对 LSPI 去做一个退点火的动作，但有时候发生的时候温度来得太快，可能有时候它修正也来不及修正。对，理解。那我们就试试看。OK，好，没问题，就施工。OK。那娟姐请教一下，一般来说会建议多久换一次机油？正常我们会建议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看哪个先到。对，以哪个先到为主。那有些客人可能会想要多一点，例如说我想要7500再换，也1万再换，也没有说强制一定要5000换，但我们建议只是希望在5000公里去做更换，毕竟保护自己的车对你也是好事。对了，对车子好了哈。对啊。这个就是俗称放油塞，是吧？放油螺丝，然后还有放油垫片，这是一体的。等下我们会倒到漏斗里面，然后量一下你的，看几滴多少量这样算黑吗？这样子算标准吧？真的，这算标准吧？因为其实脖子拖了一段时间没保养，看起来还可以啦，还行啦。你看它的其实它的稀度，因为我们车现在有蛮稀的，这样算稀哈？以现在这个工作温度啊，其实这手已经不会烫了。对啊，正常应该是要稍微浓稠一点。像这种酱油色是算标准对，也没到特别黑，有的甚至会有像泥巴的状况，那个才叫真的。也有那种很稠的。有。那现在就是要来换我们机油嘛？对。那我好奇问一下，像它这个包装上面写日本制，台湾限定，对，这什么意思？日本制台湾限定，因为这个油是日本油啦。日本油。对，那上面其实流水编号开头45都是从日本来的，就是这个标码，对。那日本的油，那他们针对台湾的用路环境啊，跟天气的环境去设计的油，因为台湾走走停停，对，红绿灯多嘛，对，然后再来台湾天气潮湿，那机油的衰退量相对可能跟日本那种干燥气候就不一样。那他们针对台湾去开发这一支油，对，所以这支就是日本制，可是只有台湾的限定。对，那像认证方面呢？像这2个小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国石油协会他们给就是专门 SP 认证的一个 logo。那你今天你要符合了，送去美国石油协会符合认证才能印这2个 logo。对，那这2个 logo 不是说随便印上去就可以，没有，这都要有认证才可以印上去。那代表说他们家机油真的是有符合 SP 的认证，然后是由美国石油协会去做认证。OK， 对，所以其实可以安心用。OK， 好。这是5W30嘛？对，5W30的，确实看得到那个油脂，感觉是非常清澈的。对啊。
这一罐是多少？这一罐是4公升，4公升。那因为你们原厂的公升数是4.7嘛，那是一罐1公升的，然后我们会到0.7，然后我们再由此抽起来，大家看一下。OK， 对。基本上像这个油已经到第5格上，第5格那个圈圈嘛， max， 有没有？这里有个小小的 max， 啊，看到。那我们机油达到这里，代表说油是满的了，哦， OK。对，如果你们有去其他地方保养，你们回家也可以抽起来看一下，对，确定说，我机油到底有没有完整达到相对的公升数，这样。理解。对 ，OK。好，所以现在目前都加完了嘛，也差不多了嘛。没错。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站在我帮车友问啦，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机油，就是什么 GW 什么的，我们到底要怎么选？我们以 NK4这台车来说，对，以我们这台车，对，原厂规范是520啊，那其实我们建议20跟30都可以。那30当然在我们的心态上，30对你们一定是更好，有好没有坏。统测我们机油的寿命。好，那我们就过红火之后，不用发动，直接红火就可以。对，过红火，当然电灯是可以关掉啦，省一下电。好 ，OK， 那我们就进去设定里面 ，OK， 然后资讯，对，有个机油寿命，有，按进去之后呢，按着长按嘛，对。那就代表说，你这次的机油电脑已经认定是新180了。对，我原本20几%。对啊，所以放太久了哈。对，还蛮方便的，至少可以自己重设。对啊。好，今天就感谢我们 JJ 啦。不会，谢谢。那刚好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啦，不一定要跟着我一样这样子保养嘛。对，就是看自己的需求啦。对，以个人需求为主。对，给大家一个参考。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 JJ， 我把 JJ 的，你们有 Facebook 粉专嘛？对不对？有。好，我们要放在下方资讯，大家参考一下。好，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